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3号。昨天比特币视频提醒粉丝们要小心，比特币产量减半，历史上总会有黑天鹅事件，或者是最近就怕有可能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最近有听我建议，在 71K 左右压力，如果有一起做空的朋友，那等下来聊一聊空单要不要平仓，或者是反手要修正到哪一个位置。包括昨天如果有逃过大跌的朋友，那下一步的买点会在哪里？或者是昨天大跌我也没有逃跑啊，多头的仓位目前还是在继续持有，甚至前面有 NI 下跌也是买了一点现货，现在也是被套啊。所以山寨币我的观点，大家还是尽量要空仓，我都会输钱，更不想看到粉丝朋友们输钱。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目前比特币牛市是还在哦。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昨天担心比特币历史上接近产量减半前后的一段时间，总会有黑天鹅事件。2020年这个位置5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前面这边有一个疫情的黑天鹅事件，从高点到这个位置可是跌了超过60%哦。或者是2016年的这个位置，同样也是比特币产量减半，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黑天鹅事件，B1交易所被黑客给盗走了，好像10几万枚的比特币。比特币从这个高点到低点可是跌了接近40%，所以最近比特币产量马上要减半哦。或者是昨天也是担心这个位置，最近全球的局势是非常的乱啊，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的观点是，最近我们一定要去关注新闻啊，特别是俄罗斯跟乌克兰那边的战争，或者是最近伊朗也有可能也是会攻击以色列啊。包括今天早上也是有看到最新的新闻啊，拜登是称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美国会致力保护当地啊，所以不排除有可能，万一美国被卷入的情况下，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社群，就这一个免费的频道啊，前几天或者是4月9号的时候，有通知朋友们去71400美金附近做空，或者是止损设的有一点近啊。那我的观点，如果这几天有继续听我71K 这个位置阻力很重的情况下，你如果有在这个位置做空，我的观点，你可以把反手修正到69K 哦。包括我们再看一下昨天这个会员的频道啊，也是通知朋友，大约是在71300美金附近继续去做空啊，然后止损，昨天71400美金，止损是没有达到，现在价格跌下来，我的观点是，或者也可以把反手改成69500美金附近啊。那等下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判断。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股月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为什么比特币的牛市还在。如果就算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的观点，比特币有大跌，你也应该要买入啊，因为我们要从美股的历史100年以前，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要去找线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股月线，1914年的7月份，当时这个位置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风险资产股市哦，它在这个位置会在这个位置崩盘，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世界大战，所以当时的股市就是短线。昨天在推特上面也是有跟大家讲，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短线一定要去留意，有可能要小心。但是跌下来的低点，我的观点是你一定要去兴奋啊，特别是比特币买点的位置总是在危机的位置啊，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美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短期在这个位置下跌，甚至停了有半年的时间，后面整个华尔街发现场外交易的那一些股票是一直在上涨，因为后面战争继续进行中，就是那么多的公司它要不断的生产制造那么多的物资往欧洲去输送啊，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恢复开始以后，整个大长线的美股就是继续往上涨，继续往上涨。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939年的这个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位置当时美国都还没有卷入进去啊，或者是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1941年的12月份，好像这个位置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面美国是直接被卷入。华尔街在短线里面也是有这种心态，就是不管是机构或者是散户，只要有人在抛售的情况下，它会在短期之内出现踩踏的情况，就是你不赶快卖，有可能别人卖的话，你可能后面去卖的价格会更低，所以短线会有这种影响。但是整个中长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股最终走了一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牛市啊。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我们同样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经历过的几次战争啊，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最近的2022年的2月份，当时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爆发，短线也是一样，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短期的下跌，但是后面它也是上涨的。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前一段时间2023年的10月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是爆发冲突嘛，然后我们同样可以观察一下，在周线里面它也是有一个短短的下跌，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长线，基本上比特币最终也是往上涨。所以昨天有粉丝在评论区评论，战争爆发比特币是避险资产啊，应该要去买比特币啊，但是我的观点一定要小心啊。你觉得是避险资产，我就问一下，像这种下跌或者是6万9的这种下跌，你能承受这种下跌吗？或者是5万去买4万去买，最终跌到3万，或者是最终跌到2万1万，能承受这种避险的下跌吗？我们不管比特币是不是避险资产还是风险资产，个人认为比特币是全球最顶尖的资产，或者是跟大家讲，就这一波下跌我是都没有卖出哦，包括以太坊也是没有卖出，因为当时从高点也是，或者可以看一下，就是2022年，当时一直在做空比特币，甚至 Luna 空到116的 Luna， 后面最终 Luna 跌到0元，甚至退市啊。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比特币，我的观点就是全球最顶尖的资产啊，但是它的波动性是这样子啊。能上涨100倍，或者是上涨10几20倍，你认为它是避险的资产，在下跌的市场里面，你去避险吗？这种下跌有可能跌个20%-30%，有些人可能成本都受不了。所以不然我的观点要看个人的心态啊。你如果是利润在玩的话无所谓，它反正就是避险的资产，或者是就是全球最顶尖的资产。但是就短期波动起来，价格空间涨了这么多，万一真的世界大战第3次爆发，我的观点，短期这个位置我们要小心，比特币到底有没有可能会继续下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现在这一个三角，现在感觉也不像了。不然我的观点，我们尽量先观察吧，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矩形？就是这个低点大约是在64K， 短期在这个位置可不能跌破，因为这个位置还有一条60的均线，目前是在支撑。万一跌破下一个低点，现在很难猜哦，到底这个位置会不会有支撑，还是这个位置会不会有支撑？目前是很难判断。不然我的观点，空单如果有在做空的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你的反手可以把成本移到69K 附近啊，大约就是在这个位置4个小时里面有一个 N 型的转折区上去，现在是这个 N 型的位置给跌破。那我的观点，反手我们尽量设在69K 附近，或者是你可以一部分还是继续设在成本位啊。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